喂，老师好。Hello，雨婷。嗯嗯，老师好，这是想跟你讨论，就是原本在信件说的那几个 data analysis 的相关问题，这样子。嗯，可以，你可以先给我看一下你那个 manipulation check 新的问卷吗？我还因为我这个想问，因为我有3种就是问法，但是我不确定要用哪一种。我想说，等老师你确认好，我再就是用你建议的那个版本，然后下去发这样子。可以。我在看你的邮件哈。呃，你现在不是已经收了200多份问卷吗？嗯，总共是，然后嗯，就是总共是就是我一组是 entertainment 啊，一组是 informative 嘛，然后对 entertainment 是162位，然后 informative ，OK，是166位，所以总共是328份，然后都是 valid sample 这样子。好。然嗯。后这些人他们的 manipulation check item 就是各自回答各自的，是吗对，可能当初没有设计好，所以就像？OK，老师我寄给，就是就像老师我寄给你的，所以就是没问题。对，所以就然没有显示差后异这样子。嗯没事，因为你各自收各自的，你没有东西可以去比较嘛。嗯所以现在就是这样补救一下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就你一共是4个 product 对吧？两种就是那个laptop 跟那个 headphone 2种，然后对，然后再2种那个广告信息嘛，所以一对共4种图片。对，那你就是像你信件里面说的这样，one group，他看的是 entertainment 的2种产品，每看完一个产品，他都要回答你的这2个问题，就 EP 和 PIV。老师还是就是换成是呃，就是我一组我就直接4张图片，直接就是一组就直接放娱乐跟 entertainment 跟 informative 两张，就是原呃，本是相同的嘛，那我现在如果放成各一张，然后给他们看，然后再回答各两题这样子。这样。不是不是，是比如说你收50个人是 entertainment，五嗯十个人是 informative，嗯。那 entertainment，所以就是从这道题开始，time enter HP first click，然后我们要从这边把后面的都复制过来，但具体是到哪里？OK，到这边为止。然后这边就可以删掉。哦，所以原理就是我刚嗯，刚复制过来的这些题目，他们其实回答的都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吧？对，但是看的风格不一样，对，所以是要那我一开始那我就比较错，一开始就选错啊，对，原来。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处理一下哈，好。然后来 input 一下这里的 data。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先选我们自变量，就是1和2的 add type，对然后再选 manipulation check，应该是这个吧。对，它虽然命名叫做 ant 开头，但实际上它比的是2组的 manipulation check。是。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是有显著差异的。
，add type 里面的一代表什么？一代表是 entertainment，entertainment，一代表 entertainment，二呢？二是 informative。那这边的第一句话 manipulation check 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就是针对他们看到的图片是 entertainment 的。对。我觉得你是不是有说反？因为根据我们这个 manipulation check，它是第二组的 entertainment，它第二组的第一个 manipulation check 题目分数比较高。嗯嗯嗯嗯嗯，但是我一开始设定是这样设定，没有错。哎，你要 check 一下，就是 add type 的一和二都代表什么？我看一下。嗯enter，我打开 Qualtrics 看一下好了。嗯，你要点到题目的它的赋值是什么？好。这边是，老师，我要共享我的画面给你看吗？还是可以啊。好？等一下哦。共享荧幕，然后诶这个，嗯，这边 entertainment headphones spinners。所以这个是，对，所以他是先看完这张，就是他们一个会随机分配到 entertainment 组跟 informative 组。那如果分配到 entertainment 组，就是相同风格但不同的产品。对，然后第一个，然后这是 entertainment 的图片，然后我就请他们回答这两题这样子，然后这是那个变相的名称。你看第一道他问的是 informative，第二道才是 entertainment。哦好，老师不好意思，那我搞反了。没事，啊，你现在滑下去给我看 informative condition，他们回答了这两道题。那后面的都是一样的，那我资讯。可以可以，那就 嗯，OK 啊。那我们那继续我来分享。好，那我就关掉，嗯，对，结束共享。可以，啊，老师不好意思，刚刚跟你讲反了。没事。所以如果第一个是 informative 的话，嗯那这个 manipulation check 就 work。为什么 work 呢？因为你看这个 p 值是小于0.05的，品说质。明这两组在回答“我认为这个广告提供给我很多信息”这句话上有显著的差异。那具体差异是有多少呢？很显然，这个第二组他们回答的是5.57的均值，说明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广告是信息丰富的。那第二组刚好就是你的 informative 组，对吧？然后entertainment 组。第二组是 entertainment 组吗？对啊，老师，因为你刚刚说，对，第二组是 informative 组。对。对，所以5.57是高于5.12的，所以这意味着你的这个 informative 它的这个 manipulation check 显著了，就是 work 了。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你的第二句话，你的第二句话是这个广告令人愉悦，然后我们就发现这个 entertainment 的组他们的数值也是高于 informative 组的，但是呢，这个 p 值只能说是边际显著，因为它没有小于0.05，它比0.05大了0.005。那你只能说就是边际显著，然后 manipulation check 可以算是成功吧。然后这个就是你要汇报的 manipulation check 的内容，我有讲明白吗？嗯，老师，但他们这个是看到娱乐型的entertainment 风格的图片，所以这样讲是可以的，是吗？就是你看，你第一组看的是娱乐型，对对。吧？第二嗯组看的是
信息型。对，然后在你的第一个 manipulation check 上，信息型确实觉得他们读到了更多的信息。然后在第二个 manipulation check 上，entertainment 娱乐型确实觉得他们的心情更愉悦了。所以这两个 manipulation check 就可以说明你自己制作的这两个图片是有效的。老师不是，但是他们是就是他们分到的他们是分到同一组，但是那两张图片都是同一个风格的，这样可以讲吗？不是，第一组和第二组看到图片是不一样风格的呀。啊，诶，哦对，哦对，哦对，好，对不起，所以你现在明白了吗？我们要哦，比较的是他们在看完不一样图片后回哼，答的同样的内容。哦哦，对对对，哦好，对，那假我理如解了，说这两组人他们看的是一模一样的图片，那么他们在回答上就不可能有差异，对不对？正是因为你给他们看的是不一样的图片，所以嗯，他们在回答的上面才会有差异。哦而且正是因为这两个差异可以说是都显著，这就说明你提供的这两张图片，它们确实在娱乐性和信息性上有显著的差异，可以作为有效的实验材料。哦，所以老师，我这样就不用再做一份新的 对，不用 manipulation，做了。哦，这样就不用，哦，所以那我一开始。我不知道你之前是怎么分析出来他们没有显著差异的。哦，我一开始就只是把那个，就只是做，我没有做老师，我不是做这种的，我只是做 independent in 独立型的 t test，然后就但是直接，你现在可以截个图，就是在这边。嗯，就是好，我现在截图给老师啊，看，或者你直接就录像吧，就这里应该是可以录制了，你点一下录制。录制，录制，录制，哎，应该可以，哎，录制，录制，录制，对，现在已经是录制中了。哦，好，然后我现在给你展示哈，就是在这个在这个文件里面，我待会儿把这个文件发给你哈。你先好，点 Analyze，然后点这边，然后这个 Fixed Factor 放我们的自变量，也就是 Add Type。我嗯，们所有的比较都是在比较你这两组人他们的回答有没有差异嘛。对。然后呢，这里就放你的 dependent variable。那我先放了一个第一句 manipulation check，然后在 是 option 里面点这个 descriptive statistics，我们可以报告两组在这个回答上他们的均值，然后最后我们就点 OK，OK 之后它就会汇报。这个是这个5.41和5.10是均值，然后这一行 add type 这一行对应的就是他们俩这个均值到底有没有显著差异，这是0.55。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比较了这个耳机的他们的回答嘛，那我接哦，下来还想看看 laptop 他们的回答，那我们就找一下，呃，laptop MC check 就这里，我们看一下 laptop 上面回答laptop 差异就不显著了，是0.440，嗯然后看一下另外一个也不显著了。那所以 laptop 因为这个 manipulation check 差异不显著，说嗯，明呢这两个图片可能不是很有效的操纵材料，我们就暂时可以不用去看 laptop 那些回答。那 OK，那我们就继续回去看这个耳机的回答哈，因为现在耳机的回答 manipulation check 已经通过了，我们就可以正式的去看我们想看的中介变量和呃音变量了。那你的中介变量是什么？中介变量是我的中介变量是那个，嗯，中介是emotional pleasure，OK，你用了6句话来测 emotional pleasure，对不对？对，那我们分别看，我们想要分别看这个区别的话，我们这边就点 paste 的时候就可以看见代码，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把我们所有想看的这个 DV 的名字复制下来，然后我们就全选这边，然后
然后点一下这个 Run，我们就可以看见所有 DB 上它们均值的差异嘛。然后我们直接就是滑到 Add Type 这边，就发现呢，你的 emotional P 是什么啊嗯？emotional P 是什么意思啊？，pleasure 哦，emotional pleasure 上面这边差异都不显著，我不行。就是那个中介就是没什么用。但是呢，你这个 PIV 是什么嗯，inform，那个 ？perceived information that，informative value 嘛，对吧？对，这个呢，就是有几个是显著的，嗯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取均值以后，这个变量应该就是显著的。然后我现在给你看一下怎么取均值哈，transform computer variable 就是一个总体的 PIV 嘛，然后 PIV，哎呀，嗯应该会有更聪明的方法，但是我忘记了，所以我就用手把它们一个一个打下来。总的来讲，就是我们把它取均值，然后就得到了 PIV 的均值。然后我们再在这边重新选一下 PIB，再跑一下。这个 PIB 就是显著的，然后显著的是第二种产品高。第二种产品是什么产品啊？第二个，，informative，第二个是 informative，然后嗯你发现他们确实 perceived 的 information value 更高，这也是嗯合理的。所以你的 IV 到中介变量的这条线它就显著了。嗯但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 purchase intention，嗯我们要看 add type 这一列哈，purchase intention 都不显著，说明你的自变量对你的因变量没有直接效应。那怎么办呢？我们再去看一个 correlation，看一下 PIV 跟这个 purchase intention 有没有显著相关？很好，都有显著相关。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中介模型就是会是显著的。你这三句 purchase intention 都分别是什么话？那个 purchase intention，嗯我将会在我看到广告后，我会在未来买这个产品，跟看完广告后，我可能会买这个产品，然后这个广告正面影响了我购买产品的意愿。可以啊。然嗯后我们这个 PI 再给它取个均值，你知道为什么要取均值吧？嗯而且我们取完均值以后，就是要给它算个信度，就是你在写方法的时候要算个信度，那个信度也是要汇报的。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那个贡献性 VIF 要写吗？要写进去。那个不用写，VIF 不用写。嗯然后我想想啊，所以现在我们的中介变量就是 PIV，因变量就是 PI，然后我们就去看这个 regression 里面这个 process model，嗯四是那个中介的模型嘛，然后这个 Y 你就放这个，哦，然后 option 里面选一个 show total effect model，然后这个选 always，然后我们再点 OK，它就会给你跑这个中介的模型，看它是不是显著。等它跑一会儿。correlation correlation，然后它就跑出来了。首先，它就发现这个 add type 对于 PIV 就中介显著，然后呢，它还发现这个 PIV 对 PI 也显著，然后你最后就看它这个 indirect effect，这个 嗯 effect 大小是0.2156，然后区间是0.0955到3567，这个区间不包括零，就说明这个中介效应是显著的。然嗯后呢，至于你问的调节变量。嗯调节变量也是这里跑，model 七，，model 七或五七七，还是八，我有点忘了。你那个调节，那调节是调节第一阶段吧？调节 IV 到 mediator 对吧？没有，是那个，第二阶段
N 是 emotional pleasure 调节那个呃 purchase intention，那这样是第二，对，第二，刚刚讲是在第二条线吗？对第二条。你那个调节应该有画两条调节吧？一个是调节 emotional pleasure 到 purchase intention，一个是调节 perceived information value 到 purchase intention。对，这两条。OK，那现在 emotional 它那个不显著嘛，我们暂时先不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PIV，然后嗯看一下是 model 几啊？其实应该是 model 15吧。嗯，model 是你那个 Model 7是第一阶段呢，不是你这个哦，模型。嗯，model 你是确定是调节后面吗？你给我嗯看一下你的那个画的模型图。哦，好，我看一下。待会儿我们待会儿看一下8跟15吧，都看一下。的8跟15都看一下。的 framework 这一张，我要怎么传表示？传到这。就你刚刚发文件的地方就可以了。好，那个是这边发送图片 framework，该是这样应该是这一张，是对那个老师有老师我发给你了。OK，那就是第二阶段。然后，这两句话是你的调节吗？Head days, head HRs。对，要把它相乘，然后我有做那个，要把它相那个，乘。做那个 continuous moderator index，我有发那个数值，但是我好像没有把那个变相加进去。没关我做，系啊。我看一下啊，这两个变量是什么什么东西？这两个本身就是 continuous 的，所以没关系。然后我想问你的是，这两句话它分别是哪两句话？就是你一天，呃，你一周会用几天电脑，然后另外一个是你一天会用多久。然后我是想说把它相乘，然后去，看要用什么用 K-means 还是用 Total 还是median 去那个 frequency，就是 high 跟 low 的差别这样子。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先单独看一下，就先不相乘，然后单独看一下有没有那个显著的差异哈。嗯，哦，对，你用 process 跑的时候，它那个变量名不能太长，所以我们把它改一下。嗯然，process 后这个 process 这个插件是要你单独装的，就是你有有了 我有装，CSS，OK。然后我们现在跑一下这个。变相名不能太长。这个 moderated mediation 就是不显著，因为它包括零。你看这个-0.399到0.305。嗯。然后我们就是一个试嘛，再试一下那个 head hour，我猜也是不显著。我猜可能第二阶段不显著，第一阶段会显著吧。待会嗯，儿跑一下 Model 8看看。嗯，这个也不显著。跑一下 Model 8。
Model 8也不行。嗯，这个调节它就是不显著，嗯不显著我觉得也没事了。嗯，我看，因为不显著很正常。那我再看一下你的 model，就是说呢，使用的越频繁，我就越怎样。嗯，看一下 emotion 有没有调节吧。哎，但 emotion 有太多的那个嗯，对，有，变量了哈。我先随便试一个吧。哇，名字又太长，无语。这调节呢，应该就是不显著。像好，你说的，如果你想做一下 head days 乘以 head hour，我猜也是不显不显著。著。好，没关系，我觉得你这个中介能显著已经很难得了。那我怕我到时候 discussion 会写不出来。哦，不会啊，就是你那个，嗯嗯，我觉得哈，你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啊。好，我这。哎，也不行，不过没关系，很好啊，这个我看一下啊，聊天记录。你本来的 prediction 是什么？就嗯是它怎么调节啊？用的越多的人越怎么样？用的越多的人越会看他的 information value，这样就是 usage frequency 越高的情况的，下，嗯，H4B 那条线就会加重。对，OK，那我们来单独看一下，单独看一下，把那个 information。把那个 information value 放成 IB，然后这个放这边，然后这个也还是先试一下那个 head head base。嗯，也是不显著。这个 int1这边倒数第三个就是 p 值，然后它就是8.2，也是不显著。然后不显著的话，讨论一下吧。嗯，用的越多的人。我觉得，如果要讨论不显著呢，一般来讲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你从理论上去讨论，就是可能出现两种相反的情况，嗯然后你只考虑了这种用的越多的人，
他们越在意信息，所以越会进行购买这一种情况。但也有可能出现用的越少的人，他越在意信息，然后越容易去购买的情况。然后具体为什么，你自己再回去想一下。嗯，所以如果有这两种相反的 argument 呢，就能解释这个不显著。好，另外一种是去说你测量测的不够好，但我觉得你这两个测量都还挺合适的，嗯，而且我觉得，而且你也尝试了将它们相乘嘛，所以我觉得方法上不用去讨论，我觉得你主要就是去讨论理论吧。好，讨论理论。对，好，然后所以我们调节的问题也讲了，然后这 manipulation check 也讲了，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嗯，诶，好像老师都跑完了，好像就 OK，那你就自己再回去跑一下哈，我好。只是给你演示一下，然后我把这个发给你了，好，谢谢老师。没事。如果你还有不懂呢，那个网上有很多教程哈，你也可以好，去学。好，谢谢老师。OK，那没有事情的话，我们就先看到这边。哦，老师，然后那个就是我想问那这样 discussion 要再多加几个文献进去，因为应该就是要回应前面那个 literature review 的文献，对吗？那这样我要再加很多 reference 进去 discussion 的那个章节吗？还是就不用了？嗯，你可以引用你之前引过的那些文献，嗯嗯嗯然后 discussion 我觉得最主要的功能是，如果你有不显著的发现，你要讨论它们。比如说你这次没有发现，你预测了 entertainment，你预测了 emotion 那个什么显著，嗯，但是却没有发现它们有显著差异，这个你就要讨论嘛。对，比如说你在什么 limitation 那边你要讨论，嗯。你要讨论这个 emotion，也要讨论那个 user frequency，这两一块比较重要。好，然后老师，那这样子我可以 finding 跟 discussion 就直接写在一个 chapter 里面吗？就最好不要，就是哦，好，是是你，比如说你一开始是 intro 嘛，intro 完了以后，第二块是 literature review and hypothesis 嘛，对吧？对，第三块就是你的 method，那 method 里面就包括了你的什么 participants procedure，然后你嗯的 material，，ethical还有 consideration，你的 analysis and results。哎，result 不是应该放在下一个的 finding 吗？还是就也直接放在 methodology 里面？嗯嗯，results 可以跟 methodology 合并，但是，result。它一定不是跟 discussion 在一起。哦，因为我看网上的就是有些 sample 学校发的就是 finding 跟 discussion 就直接写在同一个里面，所以我在想说问老师看觉得哪一种方式会比较合适这样子。你随便看一下一篇这个 JMR 的文章哈，嗯，它有8个 study，你看它 study 完了以后，它会有一个很小的 discussion，因为它有太多 study，所以它每个 study 写完都会 discuss 一下。但是呢，最后这个 general discussion 一定是单独的一块，就它不会跟 finding 放在一起。嗯，discussion，然后再接 conclusion 这样子。嗯，conclusion 就是很小的一段啦。嗯但是 discussion 里面你就要讨论很多东西啊，比如说你可以先讨论你的不显著的发现，嗯然后不显著的发现就可能由这些 alternative accounts 来解释，可能你发现了正面的作用，但你没有想到负面的作用，导致它们抵消了，抵消了你才会发现不显著的结果。然后嗯嗯你就要写你这个理论贡献，比如说你这个理论贡献就是你提出了2种广告的形式的差异，然后什么的，就贡献你写个几点嘛。然后这个对于管理现实的贡献，我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然后最后 limitation and future research 这篇文章没有哈，但别的文章一般都会有。我把这篇文章发你了。贡献未来。
老师，那大概嗯，discussion 要占整个dissertation 的几 percent 的字数会比较合适？因为你有不显著，所以我觉得要多一点，可能跟 literature review 一样长。哦，好好，就是因为有不显著的地方，你肯定是要讨论的。对，还有什么问题吗？好，没有问题了，老师。嗯好的，你们这个流程是什么时候啊？，deadline 吗？deadline，对啊，到28号。28号，OK，那我就发个邮件催一下你们吧。OK，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就先开到这边。好，谢谢老师，嗯，没事，拜拜。拜拜。